大家好，环绕水池内部当初的设定就是天马行空的种植玩乐区啦。现在这小区块看到的是软梗蒜头啊，覆盖的稻草可能是被狗翻开了。现在刚好可以比较一下有没有覆盖稻草在土壤疏松上的明显差别。蒜头采收的时间点，简单的判断依据呢，通常是在接近土壤的底茎已经出现内缩时啊。而若是不会遇到下雨，也可以更省事啊，选择在茎部全部干掉后才进行采收了。此时它的根系也会慢慢干掉了，只要轻轻一拉就可以拔起来了。由于这是软梗蒜头，软梗蒜头会开出蒜花，蒜花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培育下一代的蒜头啊。蒜花种出来的蒜头相对会小很多，因此通常是随意分撒，成熟后就可以拿来当下一年度的蒜种。再一次播种呢，就可以长出大颗的蒜头啊。而由于蒜头的茎部干掉后，跟稻草的颜色很像，稻草也算是提供了保护色哈。此时只要翻开稻草，就很容易可以发现遗漏采收的蒜头啊。当初特别将稻梗加厚进行铺设来避免长草，也更容易保湿啊。不过因为下雨频率太低啊，导致稻梗腐化的程度也变得相对小。铺设太厚的缺点是露水不容易穿透了，要利用稻草腐化后产生的枯草杆菌的效果也打了折扣了。这是当初误判过年期间通常会下雨的失误了。不过既然大量稻梗还在，就先清理堆放到一旁，可以继续沿用。接下来翻松土壤整地的过程，除了可以观看一下土壤的湿度与疏松度了，湿度的效果除了稻草提供的遮阳，另外环绕水池产生的毛细现象，让水自动吸附上来也有关系啊。至于疏松度，除了不是使用自来水，稻梗遮住日照也有避免土壤板结的效果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要原因呢，在进行土壤翻松的过程，别把土壤敲得太细啊。除了可以避免土壤板结，土壤也会比较透气啊。所以个人在整地时，除非是结成很大块的土块，不然就尽可能的维持土壤团粒的结构啊。相信不少人会把土壤敲得非常细致哈，这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动作了。而由于接下来会遇到雨水比较多的梅雨季节，因此得顺道将内部排水道做好。另外感觉上土壤不够就又在右侧挖出一条排水道，多少可以增添一些可用的土壤。整好地之后，您觉得这空间可以种植多少作物呢？要把小玉西瓜改种在这里的原因，除了地势比较高之外，应该有人看过大蒜加水驱虫的说法了。这土壤已经种了几个月的蒜头，土壤里又留有蒜头的细根，直接取其力不施是一个办法了。那就继续驱虫了。先移植葱把已经超过10公分，而且还进入分裂中的宜兰葱了。除了看中地势比较高，也要拿来当青葱篱笆。因此呢，首要就是让这些青葱拉高长壮至于怎么做，总得等个10天，看一下土壤的适应性，才能对症下药。不过覆土种深呢，相信已经会很有帮助了。围完青葱篱笆之后，青葱那样的特性并不需要急着浇水而是继续转移阵地到后院这3株自行育苗的小玉西瓜都已经长出针叶了。因为觉得前院蒜头已经清除，空间更为理想
所以调整了一下种植规划啊。这位置则是又多搭了一组树袋固定的棚架，在进行移植前已经事先浇水啊，挖出的幼苗就可以带起大块土壤啊。这样的团状土壤比育苗盆可以保护的细根更多啊，捏紧土壤则可以维持更多细须根原本生长的相对位置啊。由于家庭种植，每个人的种植环境差别太大，前置作业将环境调整为理想的生长状态，可大大减少日后会遇到的困境。关于观看种植的影片呢，很多人会只看怎么种啊，不过个人通常看的是它的背景环境啊，观看它的土壤特性、排水设置、地势高低、遮阳设施等等啊，通常只要让条件接近，就可以种得很轻松啊。不然大都只是挖土起来种下去而已啊，只是种几棵，哪来那么多学问？不知这是否算是内行看门道了？另外，家庭种植有个重要的元素啊，就是种植的乐趣要顺便种一下哈。现在这个场景呢，让人想到西瓜 A、西瓜 B 两者反向而行啊，西瓜 B、C 则是相向而行啊。若是两者生长的速度相同，请问 B、C 需要多久才会碰面呢？西瓜 A 又能否来个穿越，与西瓜 B、C 碰到面啊？有感觉似曾相识的小学数学问题吗？种植真的很快啦，毕竟只是3颗啊，真正种植时间大约只有1分钟啊。要生出1600字的文字稿呢，是真的很需要天马行空啊。至于这空间还可以如何利用来解决可种植空间过小不敢种西瓜的困扰，种植短天期的菜算是很不错的选择啦。至于如何安排，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而昨晚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啊，也很难判断西瓜是否重伤了。没将稻草盖回去，真的是失算了。原本想要让土壤晒一下土啊，利用日照火攻没成啊，变成水攻哈。这里地势调整的相对高，往好处想呢，应该至少也有把蚯蚓逼上来的效果啊。以上是让青葱与小玉西瓜先进场的状况，谢谢收看。